我和周玉川本是商业联姻，但结婚3年他从未碰过。他是高高在上的周家二公子，而我是商家养母。如果你不想的话，我可以等，等我们足够相爱的那一天，你心甘情愿的接纳我。我以为那只是一句随口应付的话，但结婚3年，他用一次次实际行动让我相信，他对我们的感情是认真的。小文总，我好想你，可是一想到做那种事情就会伤害到你，我更舍不得，所以只能对着你的照片。他竟然为了不弄疼我，克制了自己整整3年，所以我准备好了，在结婚3周年纪念日的今天，偷偷来到玉川出差的城市，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他。我记得今天不是你和小文颂的结婚纪念日吗？你不会还没碰过小文颂吧？你是真不怕商家为难小文颂，这对得起他吗？商玉又不在国内，商家不在乎一个养女，更何况是我还没有准备好，不怪小文颂。你还做准备？什么准备需要3年？我心里有别人。得了，又找借口。那我就祝你早日释怀，别等你的白月光都显怀了，你还没释怀呢。真是辛苦玉川哥了，不知道替我背了多少锅。走了啊。明堂，我还是忘不了你。沈明堂，大嫂，周玉川这么多年不碰我，原来他真正爱的人是大嫂。明堂，这3年他说没准备好，不是为我打掩护，而是他的心依旧没有放下沈明堂。周玉川，结婚3年，我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最对的人，我们的婚姻并不只是联姻，原来都是骗我的。二少夫人，不好了，大少爷他跳伞意外去世了，你快回来吧。明堂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到。秦德去世，周玉川最关心的还是沈明堂。玉川，你结婚晚我一步，现在更比不上我了。大嫂有了？不会，到时候小侄子都能打酱油了，你还没媳妇儿吧？大哥恐怕要失望了。相逢和离别，才学会爱与再见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是他用来隐藏对自己大嫂爱意的工具。他同意和我联姻，有3年不肯和我同房，全部都是因为沈明堂。周家家规，家族成员禁止做极限运动。你为什么让淮安偷偷的带你去跳伞？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，你还我儿子！
是我害的。妈，这大嫂也不是故意的。你还帮着他说话，他害死的是你亲哥呀！今天我就要对你家规处置，为我儿子偿命！哎，别够了，妈！妈，你要说有错，温颂也有错。要不是今天温颂没有陪大嫂，那大嫂也不至于无聊缠着大哥去跳伞啊。妈，就别怪大嫂了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对，温颂，你今天招呼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你要是在家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你们，别当小心！别怕，不是你的错。不是他的错，难道我就做错了吗？玉川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走。站住！你们今天要是敢走，就再也不要回来了。周玉川，你暗恋自己的大嫂，我本以为你会顾及颜面，把爱藏在心里，没想到大哥才刚刚去世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。那我成全你们，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书。自以为被爱了3年，这场闹剧该结束了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怎么了？您摆在卧室的那张全家福，哎呀，被阔阔弄坏了。阔阔，那个是小婶婶很重要的东西，不能随便玩，你把它还给我好不好？婚送一张照片而已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阔阔，还给他，这是人家家，别让人嫌弃。我不管，小叔叔说了，这里以后都是阔阔的家，阔阔想玩什么都可以。不要！小酒馆，把眼睛闭上，看不到就不怕了。小九，爸爸妈妈永远爱你。妈，对不起，爸妈，我连你们在这世上留给我的唯一念想都没保护好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玉川哥，他们……这是怎么了？小婶婶欺负我，阔阔是没有爸爸疼的孩子，阔阔想爸爸。是你撕了我爸爸的照片。阿川，阔阔年纪小玩心重，我没想到温松这么讨厌小孩子。算了，都怪我没有看好阔阔，我还是带阔阔走吧。这老宅那边气还没消呢，你能带阔阔去哪里？更何况你不只是我的大嫂，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为难呢？温总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大哥刚走，阔阔正好是缺乏安全感的时候，不就是一张破照片吗？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好了，我以后啊一定会对小温送好，代替爸爸妈妈好好的保护你。
以前的温柔仿佛是幻觉，现在沈明堂失去了丈夫，你连一眼都懒得演了吗？周雨川啊，周雨川，我爸妈也去世了，你明明知道这张照片对我意味着什么，到底是谁该道歉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温总，今天的事情呢，是酷酷不对。大哥走之后，大嫂跟酷酷还没走出来，这情绪难免有一点波动。我替他们给你道个歉，你想要什么跟我说，就当做给你的补偿，好不好？什么都可以。好啊。正好最近我看上了一套小公寓。之前我每次情人节、纪念日找借口躲出去，回来都得拿当季热门珠宝和高定包包才能哄温总开心。现在他最宝贝的全家福没了，怎么比平常还好哄？叔叔，我困，阔阔想让小叔叔陪我睡觉。好，我带扣扣去睡觉，好不好？文颂，阿川又不能陪你了，你不会不开心吧？怎么会呢？你是我大嫂，扣扣是我侄子，大哥走，我就有义务来照顾你们。温颂怎么可能会不高兴？走吧。好可爱啊，玉川哥，以后我们也生个女儿好不好？哎，不行，玉川哥这颜值不生儿子白白浪费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跟你生孩子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都舍不得碰我们家小温颂，怎么可能会让你经历生产之痛呢？这不是要我命吗？是不是？曾经我一次又一次以为你真的心疼，现在仔细想，全都是为了沈明堂守身如玉罢了。不过好在一切都结束。周玉川，你把我当做你和沈明堂奸情挡箭牌，不会放我轻易离开，那我就只能让你先签下离婚协议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谁也别再想利用我。少夫人，有您的快递。温颂医生，恭喜温颂，仅用4年修完中医学本科、研究生及博士学位，实现3级连跳，荣获18届优秀毕业生。谢谢大家，我会继续学习，传承中医文化，带领中医走向世界。张总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好久不见。干杯，干杯！哎呦，谢谢上次你说的那个项目啊，考虑好了没有？那以后有机会多多合作。我去那边一下。你们继续啊。尚宇，你回国了？哼，你连结婚都不通知我，原来你还认我这个哥，而且如果是别人也就算了，为什么偏偏是周玉川？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玉川哥对我挺好的。如果他真对你好，他就不会逼你辞掉你最爱的工作，让你做全职太太。走，现在立刻跟周玉川离婚。结婚是我自己选的，你没资格替我做决定。10年前，是我把你从孤儿院带回来的，细心呵护，让你在沈家站稳脚跟，尊重你的梦想。到现在，换来一句没资格。温颂，
周玉川但凡有我一半的心思，我都可以放手。别说了，文松，你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思，别说了，你只是我名义上的大哥，仅此而已。名义上的大哥而已。好，我作为哥哥的，确实不应该干涉妹妹的婚姻。文松，祝你幸福。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。3年前闹掰后，我和商玉再也没有见过面，只是没想到一切都被他说中了。为周玉川舍弃中医事业，是我最后悔的事。大小姐，我是商特助，给您发的邀请函，您收到了吗？给我发邀请函的竟然是你！3年前，商总和您大吵一架后，就把事业重心全部转移到海外。如今，不仅拥有高端的私人医院，还成立了全球最顶尖的实验室和研究所。中医部还缺少一位负责人，我思来想去，觉得您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可是我……大小姐放心，邀请您入职的事，商总并不知情。目前商总还没回国的打算，您和商总不会碰面的。而且您可是清北中医史上最年轻、最有天赋的天才学生，还是说3年了，你依旧要为周以川放弃自己的事业？以前是我识人不清，为了男人丢失自我，可和周以川走到离婚这一步，我庆幸了。往后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他离婚了？我这就给大小姐发送入职通知。商总，您去哪儿？回国，亲自接她回家。3年了，小宋，这次我不会给你反悔的机会。酷酷，别玩了，这可是你小婶婶最爱的茶杯。小叔叔说了，他的家以后都是我和我妈妈的。坏女人，我不喜欢你和你的东西在我家。卧室里，我和周玉川的用品全部都是我亲自挑选的情侣款，可我连周玉川都不要了，怎么可能在意一套茶具呢？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霸道？这里是我家，以后不准再碰我的东西，尤其是挂在客厅的那幅水墨画，那可是我最喜欢的东西。哦，哎呀，小祖宗，你怎么把这幅画给毁了呀？吴嫂，赶快给老宅的人打电话。好。坏女人，坏女人，我不准你告状！文颂，阔阔只是个小孩子，闹着玩起来容易没轻没重。你一个大人怎么忍心下这么重的手？你的意思是，他把家里砸得跟拆迁一样，也不是故意的？就算是故意的，那又怎么样？阔阔可是周家长孙，他砸再多东西，老宅那边也不会把他怎么样。更何况只是一幅破画。那我也提醒你一下，他毁的可是周老爷子生前的最后一幅画作。你害死我儿子，现在又教子无凤，又毁掉老爷子遗作，你到底要害我们家到什么时候？不是我，是他故意陷害我和阔阔。就算是故意的，那又怎么样？阔阔可是周家长孙，他砸再多东西，老宅那边
也不会把他怎么样。更何况只是一幅破画。大嫂，我明明已经劝过你了，是你自己不听，你为什么还要诬陷我？坏女人，你欺负我和妈妈，我要给小叔叔打电话，让他把你赶出去。小叔叔，酷酷，你怎么哭了？你等着，小叔叔马上回去啊！文颂，亲家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挂在你的屋子里，出事就是你的错。你不想着怎么弥补夫家，竟敢挑唆丈夫和你大嫂的关系，你有什么资格跟你大嫂比？跪下！有什么资格和大嫂比？原来奶奶早就知道周玉川和沈明堂的感情，却还是亲手把我往火坑里推。所有人都拿我当工具，看着我被刷得团团转。我商家养你这些年，不是让你招惹是非的。快给我跪下，不然我就不客气。好，我跪。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你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。大哥对我太好，好到我真的把您当做了母亲。今天才知我在你眼中不过是联姻的工具罢。这一跪，就当我报答了商家这些年的养育之恩。和周玉川的婚，我离定了。怎么感觉他今天和平时不一样？阿川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阿川，阔阔和文颂开玩笑，可他不但推倒阔阔，还故意引导阔阔弄坏爷爷的遗作，他就是一个疯子。阿川，你快跟他离婚好不好？这不可能。那你是觉得是我在污蔑文颂？周玉川，你变了，你竟然不相信我，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不堪的女人吗？我没有，明堂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有一丝的不好，但温颂是我妻子，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她。哎，行了，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。阿川，少夫人，这个就缺了个角，要扔吗？丢。那这个呢？丢。啊。那这个呢？都丢了。少夫人，阔阔没来衣帽间，您和少爷的衣服都好好的，应该没有要扔的了吧？这个也扔了吧。好，马上要和周玉川离婚了，这件婚纱就和我这个人一样，都是这个家多余的存在。这不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你穿的婚纱吗？你不是说这辈子就结一次婚吗？你要把这婚纱永远珍藏起来，怎么把它丢了？没用的东西都该丢掉，没用的东西都该丢掉。
坏了，前几天发现破了个大洞。但这个不是你跟我结婚的时候穿的吗？你这么喜欢，怎么能轻易丢掉呢？我让婚纱店的人过来取一下，看修一修能不能修好。算了，坏了的东西修不好的。五嫂，这些都拿去扔了吧。好。宋总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让大嫂跟阔阔住进来？这我大哥刚去世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我大嫂带着一个孩子在外面孤苦伶仃的，而且我当初出了车祸，亲眼看到我父亲死在我面前，要不是大嫂过来开导我根本就走不出来，说不定早就……总之呢，你肯定可以理解我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老公肯定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。我专门让人去南非给你买了一套你最喜欢的白钻首饰。小宋总，别不开心了。周雨川，你爱着大嫂，还抽空敷衍我的嘴脸，真让我恶心。后天是你的生日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就够了。就这么简单？这我喜欢啊，我肯定喜欢啊。这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等我找到合适的房子，立马就让明堂搬出去住。你不是正好想要孩子吗？刚好啊，拿阔阔练练手。等我大哥的后事忙完之后啊，我们就要孩子，生个女儿。啊不，你喜欢儿子，那我们两个都要。如果生女儿的话，我们就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跟你一样，像个小公主。生儿子的话，我就叫他坚强勇敢，做个小男子汉，和我一样，好好的保护你。雨川，不好了，阔阔发烧了。发烧了？大嫂和孩子重要，你先去吧。我就知道小宋宋最好了。雨川哥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了。提前祝你生日快乐，也祝我离婚快乐。文颂，昨天你陷害我和阔阔被老宅责罚，又如何呢？商家没人站在你这边，就连阿川也更心疼我和阔阔。原来送我的手链是大嫂项链的赠品。文颂，你疯了！周玉川再心疼你又怎样？有我在，你永远是他说不出口的大嫂。你就是嫉妒我，把项链还给我！我才是周玉川合法的妻子，他送出去的每一件礼物都属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我有权收回。你要是觉得我嫉妒你、欺负你，我们找周玉川和婆婆评评理，你敢吗？你不敢，因为你知道周玉川不敢和老宅撕破脸，更不会为了你和我离婚。毕竟周玉川还需要我这块遮羞布遮盖他对你这大嫂的肮脏心事。我不会放过你，阿川只能是我的。真没想到周玉川这么恶心，竟然肖想自己的大嫂。宋总，那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吗？签了。这么迫不及待？不，他不知道那是离婚协议。你骗他签的呀？那周玉川要是闹起来，商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可该怎么办啊？而且我听说你大哥商玉要回国了。宋总，要不你去求求你大哥，
商家不敢得罪周家，可商玉就不一样了。我听说啊，他在国外的产业能吞没整个周家呢。但是我也听说，他好像这次是为白月光回国的。你们之前闹得那么僵，他现在又有了心上人，还会管你这个妹妹吗？哎，宋宋，你知不知道你大哥的白月光是谁啊？你要不去求求他嘛？不知道，之前也没听大哥提起过，更何况我们当年闹僵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。啊？连你这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妹妹都不知道他的心上人是谁啊？那该不会是个谣传吧？压根儿没有这个人。哎，那可说不准啊。你别忘了，当初大家也说周玉川有心上人，是假的。好了，松松，咱们不为渣男伤心了。我去上个厕所，等姐回来，给你点一屋子男模。明堂，你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呢？跟我回去。你已经有温送了，我这个大嫂在哪里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温送算什么？只要有我在，我家就是你家。真的吗？连偷钱都不背人了。周玉川，结婚3年，没想到我至今才看清你的真面目。温颂，不是我看错了。温颂那么爱我，看到明堂抱着我，肯定会过来大闹一场。阿川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，我下次不会再这么任性了。阔阔在后面儿童区玩，我这就去找他，跟他一起回家。坏女人，你是不是又要来破坏妈妈和小叔叔的好事？我妈妈说了，小叔叔很快就是我的新爸爸了。你这个坏女人根本配不上他。那你知道你妈妈和小叔叔结婚后你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就是累赘的意思。很快你小叔叔和妈妈就会给你生个弟弟或者妹妹，开不开心？小拖油瓶。不会的，他们不会不喜欢我的。文颂，你又欺负扣扣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我在阿川心里有多重要，你凭什么还敢这么嚣张啊？哼，你表现得这么淡定，刚才却不敢让阿川看见，实际上你心里怕死了吧？你信不信，只要我一句话，就能让阿川和你离婚？我不见他，不是因为我怕他。周玉川把你带回家，肯定没有提过要和我离婚的事儿。你依旧是他大哥的亡妻，他的大嫂。你好啊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阿川在你和我之间到底会选谁？坏女人把妈妈拖下水了！玉川，救我！我不会游泳！阿川，救我！果然，只要有沈明堂在，你眼里就只有他。虽然已经知道你不爱我，却没想到你连我的死活都不管不顾。周玉川，我真后悔这辈子认识你。沈小姐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受了点惊吓。谢谢。哎，明堂，你要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
阿川，你还要去找文颂啊？你刚才都已经看到他推我下水了，你为什么还想着他？明堂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必须要对你负责。但是温颂是我的妻子。不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他，不然为什么刚才你不先救他呢？阿川，你心里的人始终都是我。阿川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们像往年一样，你留下来，我陪你过生日好吗？不了，温颂还在等我。阿川，阿川！宋总，宋总，宋总，你没事了吧？你吓死我了！我没事儿。尚助理，我决定提前入职研究所，今天就可以去报道。周玉川太过分了，他明知道你不会游泳，这不就是故意想害死你吗？自从我在会所看到他和沈明堂的那一刻开始，就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的牵扯。我嫌脏，曾经我以为可以托付的男人，只拿我当遮羞布，遮住的全是他见不得人的心思。周玉川，我再也不要你了。大小姐好。什么情况？这么大阵仗？怎么是你？怎么了？才过去3年，你连我都不认识了？大小姐，商总这3年无时无刻都在关心你，听说您住院的消息，立马备下顶级医疗团队，确保您身体无误之后，亲自为您举办入职仪式。3年前，我为了周玉川和商玉闹掰，没想到最后为我着想的人只有商玉。温颂算什么？只要有我在，我家就是你家。这3年来，我误把联姻当爱情，为了周玉川失去自我。往后我再也不是周家的2少夫人，我只是温颂，只是温颂。把自己照顾得真长，看来还得我了。好。小温颂，这个病房的人呢？他办出院了，好像是说回家了。虽然每年生日我都忘不了明堂，但故意躲着温颂，温颂还是会给我精心准备生日宴。今天他也一定先回家，准备给我庆祝生日。温颂，玉川哥，生日快乐！我的生日他不在，他到底在气的什么？
少爷，这少夫人出门没带行李吗？你是说温颂出远门了？啊，是前几天少夫人打电话，好像说什么哦，对，今天要入职医学研究所。入职？这温颂知道周家不喜欢媳妇儿在外面抛头露面，他可能是害怕我生气，所以才偷偷走的。哎，当然了，少夫人这么爱您，今天又是您的生日，哎呀，她心里呀，实在是愧疚得很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你。居然还害怕温颂走了，这3年来我在他眼里面就是24孝好老公，他都爱藏我了，怎么可能会走呢？他提前这么久准备了礼物给我，肯定是给我道歉，难怪特地叮嘱要在我生日那天打开。喂，阿川，我发热了，好难受，你能在医院陪陪我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最近你先住在这儿，等别墅收拾好了，咱们再搬过去。哎，这是我的小熊。小九乖，这个脏了，小九要变干净才有新的爸爸妈妈。住手！谢谢哥哥。3年前，我把小熊落在这儿，我以为和你吵架后，你会把我的东西都丢掉呢。3年冷战，我都已经快疯了，又怎么舍得丢掉陪你长大的小熊呢？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吗？嗯。周玉川怎么还没动静？啊！你就这么放不下周玉川？放不下他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知道他对沈明堂的心思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留恋了。我现在唯一关心的，只有他什么时候离婚。要想让他离婚，我一个电话就可以做到。哎，这事不能你出面。周玉川这人心眼小得很，要是你逼他跟我离婚，他肯定会拿你我的关系做文章。你已经为我付出很多了，我不希望让你再因为我背上骂名。好啦，尚玉，你就给我几天时间呗，让我自己处理好不好？好。温颂，你竟敢私自离婚！玉川一向疼你，爱你，他对你的好，让我这个当妈的都眼馋。可你倒好，骗玉川离婚。温颂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疼我，爱我。我和周玉川结婚3年，连房都没同过，这就是他爱我的方式。不过我还得感谢他，否则我现在只会感到更恶心。你不用这么震惊，周玉川这么对我是为了谁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温颂，不能离婚。周玉川对婚姻不忠，出轨对象还是大哥的老婆，他叫了3年的大嫂。您要求我不能离婚，这话说出口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先别跟玉川坦白离婚的事情，给我点时间，我给玉川物色新的婚事，我绝不能让沈明堂那个贱人再祸害我第二个儿子。小宋，我也是女人，我能理解这3年来你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可我要是你，即使是要离婚了，也不能让破坏我家庭那个人好过。你只要是答应我，事成之后我们就能双赢。小宋，我看离婚协议上你只要了静安路那套小公寓，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一套别墅，够有诚意吧？我不要，那是我不在乎。你们周家还真是一脉相承，觉得施舍我点好处就能心安理得的利用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让你们多出点血。500万。你说什么？500万，外加公寓和别墅，还有，我只给你1周的时间。文颂，你疯了吧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妈，你好端端的冲小宋发什么脾气啊？你要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冲着我来，别为难宋总。你现在翅膀是真硬了，胳膊肘总是往外拐。刚刚的事我会安排好的。哎，妈，那证也麻烦您帮我办一下，尽快送到我手上。只要离婚证到手了，我想怎么做，只有我说了算。本证啊，签证。童屋约我去欧洲旅游，我拜托妈帮我办好签证。温总，你的婚戒呢？糟了，把戒指给忘了。这枚婚戒是我亲自去非洲采的钻石，咱们2个亲自切割做的婚戒。你上次骨折在医院都没有舍得摘下来，怎么不见了？我知道了，送去保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。我就知道你这么喜欢这个戒指，那肯定珍惜的不得了。你要下一次送去保养的时候跟我说一声，把我的也送过去，一起保养。你还真是自信、自恋、自大，觉得我永远都会围着你转。宋宋啊，怎么突然聊起工作的事情？你就应该在家里面乖乖的、漂漂亮亮的，这赚钱是我们男人的事情，不是吗？我适合在家当菟丝花，长得不咋地，想的还挺美。算了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都依你。不过呀，下次再有这种惊喜的话，可不是一个礼物就能把我哄好的。饿了吧？今天老公亲自下厨，给小文送，亲自做一顿大餐。怎么，今天不忙吗？这么有兴致？小宋，我确实有一件事情想求你。无事献殷勤，果然非奸即盗。周玉川，你对沈明堂还真是煞费苦心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能做到多卑微。这个明堂上次落水了，身子骨一直不好，我就不放心他一个人带阔阔。你能不能答应让他们继续住在咱们家？阿川，你和温素还没有孩子，需要2人世界，你就别担心我们了。不然我和阔阔还是走吧。明堂，我照顾你们那是应该的，而且我们俩不打算要孩子了。
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宋宋，小叔子对大嫂的事儿都这么上心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我的确不打算要孩子。你好啦，别紧张，我知道你怕照顾不好大嫂，对不起你大哥的在天之灵。住吧。不生气？不生气啊，我有些累了，先回房间休息了。温颂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他明明不高兴，可是为什么不吵不闹？难道他知道什么吗？妈妈，明明小叔叔最喜欢的人是你，为什么住在小叔叔家要问那个坏女人同意？小叔叔，你什么时候把坏女人赶走啊？闭嘴！她是你的小婶婶，对她礼貌点。你以后让孩子不要乱说话，尤其是在温颂面前。阿川，温颂，你竟然还敢回来纠缠阿川！上次我就应该在泳池里弄死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加班中，努力赚钱养老婆。以往收到他加班的消息，我都会亲自熬养胃粥送去他公司。饭都没来得及吃啊！这是故意试探我呢。离婚证还没拿到手，要是让周玉川起了疑心，这婚肯定离不成。行，周是吧？拼好饭9块9，慢慢享用。温颂怎么还不给我回消息？难道我昨日猜对了？他真的知道了些什么？我该知道什么呀？你怎么不给我回消息啊？我在给你准备养胃粥啊。怎么啦？你刚在嘀嘀咕咕说你瞒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是太想见你了，所以我才跟你说我在加班。宋总，这段时间大嫂和Coco的事情委屈你了，谢谢你，不仅没有责怪我，还这么花心思给我准备了一碗粥。是花了很多心思。9块9的粥给周玉川喝，还是让他赚到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多抽时间，好好陪你的。不用了，你要真想补偿我的话，就多喝点粥，不要浪费了。温颂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解人意，果然是我想多了。也是，我从未公开表露过对明堂的心思，他怎么可能发现？我去上个洗手间。周玉川，你以为掌控一切得意坏了吗？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你看到离婚证是什么反应了。宋宋，你这次煮的粥是怎么回事啊？
你什么意思啊，玉川哥？你是说我给你煮的粥是让你故意拉肚子的？玉川哥，你真的太让我伤心了。我为了给你熬粥，把手都给烫伤了。你怎么不怀疑是你自己肠胃不好？不是，我之前喝你煮的粥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你这不仅是在怀疑我，还是在质疑我对你的爱。算了，别吃了，省得到时候肠胃不舒服，又要怪在我头上。不是，宋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对我的爱，我当然能看出来。是我的问题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我的问题。那罚你好好反思反思。我走了。宋总，明堂，你怎么来了？阿春，你不是最喜欢我煮的粥了吗？今天刚好有空，我就煮了给你送过来。又是粥啊！又是？这粥怎么了？温颂来过，是你叫他来的吗？你小点声。阿川，你不觉得你最近跟温颂走得太近了吗？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选择，我和温颂，你到底选谁？好，我走。明堂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肯定会对你负责一辈子的。但是我和温颂的事情，以后你不要再提了。我跟他不可能离婚的。明堂，你是我大嫂，这件事情我也在保护你的名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你答应我，无论如何都要把我放在你心里第一位。那是肯定的。你看，温送的粥送过来，我连喝都没喝，直接就丢了，这不就在等你的吗？商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再不出现，某些说要离婚的人都把我忘了吗？商玉，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等我离婚证一拿到手，就立马去找你。你再等我几天，我保证和周玉川断得干干净净。真的？3天之后我要去京都出差，得半个月回来。明天圣诞节，你先陪我约会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不好意思，两位，今天我们餐厅有人包场了，暂时不接待其他客人。温颂，我正愁怎么让你知难而退呢，你自己就撞上来了。阿川，你不陪温颂过圣诞节，他不会不高兴吧？不会的，这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说我去出差了，回来给他买点小礼物，就把他哄开心了。而且温颂哪有你跟阔阔更重要？今天不只是圣诞节，还是阔阔的生日，当然得要陪他喽。
哼，品行不高，手段还这么低级。温颂个贱人，他怎么不冲过来和阿川撕破脸啊？不行，阿川必须是我一个人的。哥哥不想过生日了，哥哥的愿望过生日也实现不了。哥哥想要爸爸，哥哥不想做没爸爸的野孩子。可可乖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我做可可的爸爸啊！小叔叔，你真的愿意做我爸爸？可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说，和妈妈做亲密事情才是爸爸。可可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阿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小孩子随便说说的。没事儿，这照顾你们呀，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温颂，你亲眼看着阿川亲我，我就不信你能咽得下这口气。阿川，怎么了？玉川哥，我来吃饭，遇到餐厅被人包场了。我看餐厅那个人长得特别像你，可是你不是出差了吗？你们先回家。阿川，阿川，我说了，你们先回家，从后门走，快点。走走。服务员，把这桌子的菜全部撤了，换一桌新的，快点。温颂，你敢算计我？你给我等着！哎，宋总，餐厅里面的人就是我。我这不是圣诞节到了，想给你个惊喜，就提前回来了，没想到被你撞到了。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啊，玉川哥，我以为我看错了，早就走了。啊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，玉川哥，只好留你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过节了。没事儿，这件事情也怪我没有提前跟你说清楚。那，你跟朋友玩得愉快？不对呀，温颂今天怎么这么冷漠？他就算是跟朋友约好了，知道我来陪他过节，也会兴高采烈的回来。难道他知道我对明堂的那些小心思了？不对，宋宋那么爱我，他如果真的看到了明堂和阔阔的话，他肯定会冲过来闹的。他没闹，肯定是他跟朋友约好走不开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我的小九真是长大了，都会耍人玩了。免费的乐子不找白不找，要不然3天后哪有这么精彩的戏演给我们看？怎么？你还有点舍不得？商玉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爱吃醋啊？你说你这么喜欢我，要是我和周玉川没闹矛盾，也没离婚，你怎么办？那说明你很幸福。比起你在我身边，我更愿意你过得开心。只要你没有受委屈，我愿意在暗处默默的守护你。
商玉，谢谢你。谢我？可不止说一句话那么简单。小文颂，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在躲着我呢？你怎么了？滚开！周玉川，你别碰我！你……喂，奶奶。文颂，燕行回国了，当年的事他知道错了，有意和你缓和关系。后天在老宅为他举办接风宴，你记得早点来啊。商燕行回国了。真香啊！文颂，春这么性感，在我眼前晃一晚上，你放心，哥哥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意。小九，大哥来了。小九，大哥来了。对不起，都是大哥没有保护好你。当年商玉来得及时，我才没有被侵犯。奶奶本想息事宁人，也是商玉把事情闹大，奶奶才迫于无奈，不得不把她最疼爱的孙子送去国外。商燕行肯跟我和解，不，就算我不参加家宴，他也不可能放过我。可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回国了？宋总，你别怕，有我在，我陪你一起回商家。温颂还是和以前一样依赖我，看来刚才他只是和我耍小脾气而已。商玉出差了，周玉川确实是对付商燕行最合适的人选，我也很快就能拿到离婚证，绝不能在这最后的关头让商燕行破坏了我的计划。你先过去，我去把车停了。奶奶，玉川怎么没陪你一起来？你是不是？你还有脸叫我奶奶？商家不缺一个连丈夫都看不住的大小姐。哼！奶奶。哎呀，玉川呀，你人来就行了，还拿这么多东西，奶奶会过意不去的。这我要是不过来，我怎么能知道宋宋因为我受了那么多委屈？我呢也是怕你们过得不好。行了，是我说错话了，对不起小宋。你们先回房间休息，12点正式开饭啊。宋宋，别害怕，有我在。周玉川，你帮我应付商燕行，我也不欠你的。等过了今天，我们就好聚好散。啊，公司找我有点事情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温颂妹妹，好久不见了。温颂妹妹，好久不见了。商燕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怎么，文素妹妹不想见到我呀？商彦行，你别过来！今天底下可都是人，你要是敢动我，这次可不就是去国外避风头这么简单。文素，你他妈还有脸提啊！我就是我商家的一个养女，我看上是你的福分，你得懂得感恩。商彦行，你有本事你就掐死我！行，听说周玉川跟嫂子不清不楚的，说不定巴不得让我玩你。你怎么知道？是沈明堂让你来的。3年不见，变得更聪明了，就是可惜了，当年没有拿下你的一血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哥哥都给你补上。走。求求你放开我！我操！文素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放开我！周雨川，救周雨川明明看见你了，可他心里只有别的女人，根本没打算来救你。文素，今天没人能来救你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周玉川到底爱不爱我？到底爱谁？我早就不在乎了。我不争不抢，只是想安安稳稳的拿到离婚证。我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凭什么都要把我往死路上逼？我凭什么要认命啊？商宇，文素，文素，少爷，你怎么回国了？爷，是迷药。怎么可能？当年就应该杀了你！为了他，少爷，你不敢动我，你别忘了，当年你就是因为救温颂，才被奶奶直接家法，害得3个月下不了床。现在我已经继承商氏集团了，就算你海外产业再多又怎么样？只要你今天敢动我，别说商家，我让你在整个国内都必杀立足。谁告诉你我们爷的主产业在海外？海外不过是冰山一角，大头一直在国内，碾死商家比碾死一只蚂蚁都简单。不可能！才3年，你怎么发展这么快？因为我怕了。当年3个月后再见，我的小九她已经被奶奶嫁给了周玉川，所以我怕我再受商家牵制，怕我不够强大，护不了小九一生。哥，我错了，我道歉，我可是跟你流着一样血脉的亲堂弟呀！温总她不过就是个养女而已，你不能因为她把我废了呀！如果我收养你是为了任你摆布屈服，那我宁愿从来没有见过她。
商玉，你回来了！你们，快把他放下，这不合规矩！我早就警告不要把商议写出来，可您还是站在他那边。看来我也不需要顾及你的面子了，商家该破产了。他为一个养女，竟然不要我这个奶奶！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一定是我想多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这都1天1夜了，小九怎么还没醒？你快去把医生叫来。爷，你2分钟叫一次医生，医生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。大小姐身体无碍，只要等体内的迷药代谢出去，自然就醒了。这该死的商业行，竟然让小九遭这样的罪。死倒不行，但人这辈子估计跟死没啥两样了。小九，你醒了。你吓死我了。商玉，是你救了我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小九，商业行回国，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？那我不是怕耽误你工作吗？就想着先利用一下周玉川，没想到他竟然一点也不在乎名声，看着我被商业行带走。周玉川是去找沈明堂了。沈明堂在餐厅被人骚扰，周玉川差点去把人打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替你报仇了。我让商一把消息放给狗仔，现在全网都是他们的热搜，全网网民都在指责他们婚内出轨。又是沈明堂，教唆商业行回国对我图谋不轨，支走周玉川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。什么？松松，周家寄给你的离婚证到了。商玉送我去周家，忍了这么久，是时候该和他们彻底划清关系了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阿川，怎么办啊？这热搜多的话钱都扯不下来。阿川，你快想想办法，这以后我怎么出去见人了？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我明明只是安排人假装骚扰我，到底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？哎，来了！周太太，周太太，周太太，你回答一下吧。周太太，听说这个事……宋总，情况不是他们写的那样子，是明堂被骚扰了，所以我才动了手。明堂救过我，我总要报恩的，对不对？宋总，你能理解我的，对吗？理解，我太理解。宋总，那你能不能出去？你跟那些记者说一下，就说你跟明堂是情同姐妹，是你让我去救她的。好啊，我还有更好的办法，让记者永远不会怀疑你们。宋总，哎，出来了！周太太，周太太，请问您对周总为大嫂打人的事怎么看？周太太，请问周总和沈小姐是否婚内出轨？这件事您之前知道多久？不是，沈小姐没了丈夫，怎么能算是婚内出轨呢？至于周玉川，更不可能了。我就说吧，只要随便说一说，他就会毫无条件的相信我。因为我和周玉川已经离婚了。啊，离婚了？
温总，你在说什么呢你？温总，在干什么呢你？温小姐，那您的意思是周总和沈小姐在一起不属于婚内出轨，不存在道德问题？那么您和周总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温小姐，请问您之前选择不公开的原因，是否是因为今天周总和沈小姐刺激到您了？阿川，温总一定是想帮我们澄清才这样说的，你不能去找他。沈明堂，既然你这么想得到周玉川，那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，周玉川他会不会要？哎，温总，温总，商玉，他竟然回国了，那温宋是认真的。周玉川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给你伤害小九的机会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周玉川，愿我们此生不再相见。宋总是不会离开我的。为什么？阿川，阿川，快叫救护车！阿川，阿川。阿川，因为我和周玉川已经离婚了。温宋为什么跟别人说我们离婚了？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他怎么可能会知道？温宋，给我滚出来！温宋呢？他走了。他能往哪儿去啊？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不敢出来？燕行就是跟他开了个玩笑，不小心把他弄伤了，他就真的让商玉对付商家。你是说商燕行伤害了温总？我以为商家老宅那么多人，商燕行不会伤害温总。燕行不是故意的。他那么害怕商燕行，而我把他自己留在商家，他肯定在伤我的己。对，我就说温总爱惨了我，怎么会突然离开我？他一定是这次气急了，才说出离婚的那种话。温总在哪儿？让他出来见我。商老夫人，商燕行是什么德行？想必你应该很清楚。温总是我们周家的少夫人，敢动他还要让他给你解释。我周家不介意跟商家碰一碰。你宋总，恭喜你脱离苦海，远离渣男。宋总，你有没有见到你大哥的白月光啊？你怎么问这个呀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大哥呀担心你因为商燕行有心理阴影，特意去律所接的我，让我专门来陪陪你，而且还给了我2个大单呢，都够我吃3年的了。宋总，你说商玉不会是因为你回国的吧？你说商玉不会是因为你回国的吧？哎呀，你想多了，他是我大哥，紧张我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么万一呢？商玉他对你真的……好了，彤彤，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，想睡觉了。那好吧，晚安。I watch you setting off your pawns in the darkness all alone.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告诉彤彤？怎么，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吗？就是因为你太好了，我和周玉川离婚闹得沸沸扬扬的节骨眼儿，才不能公开你，免得你遭受非议。还算你有良心。
这是我的入职通知。3天后，我会在汇宾楼给你举办欢迎宴，到时候会把你介绍给所有研究所的员工认识。谢谢大哥。3年前，我为了周玉川放弃事业，失去自我。以后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。温总竟然不接我电话，微信也不回，转账也不收。以前我这样哄他的话，应该就没事了。爸爸，可可想让爸爸给我讲故事。是不是你们？是不是你们让文颂知道了什么？是不是你们让文颂知道了些什么？可可，我没有。周玉川现在正对温颂上头，他要是知道我早就告诉过温颂一切，一定会把我和可可都赶走的。是小叔叔把那个坏女人气走的，小叔叔怪可可和妈妈，小叔叔也是坏人，可可不要小叔叔了。阿川，温颂他肯定是自己感受到了你对我的关心，这次就是想让你多哄哄他，他就是吃醋了而已。这样，我出去工作，不再一直靠着你养我和阔阔。温颂要是知道了，心里肯定会好过不少。到时候你再多说几句好话，他肯定会原谅你的。你说的对，温颂那么爱我，你要是这么做的话，他的气也消了。我记得你也是学中医的，这周家呢和盛田医学研究所有一个中医的合作项目，他们的负责人后天有个欢迎会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温颂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让你原谅我的。咱们研究院这么多人吗？这里只有一部分是我研究所的人，还有一些是我同行的同事们。他们都听说当年在清北实力至今无人超越的天才医生要回归，都想过来看看。谢谢大家，我会继续学习，传承中医文化，带领中医走向世界。小九，欢迎你加入盛田计划。那就请商总多多指教啦。在宴会开始前，你跟我去个地方。商玉，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喜不喜欢？小九，这3年我错过了太多你重要的时刻，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不想再错过了。我希望你能和满园的鲜花一样，永远灿烂绽放。我之前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，是商玉默默守护在我身边，让我知道爱从不是迷失自己，是他让我找到了最完整的自己。真是煞风景，周玉川对我见死不救就算了，他竟然到现在为止
还觉得我只是在吃醋。周家在研究所好像投了一个项目，我这就让人把他们赶走。不要，正好有份大礼，想送给周玉川。商月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你知道的，只要不是和周玉川复合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神接听，请您。温总怎么还不接我电话？这已经3天了。是不是温总还以为我和你经常还在一起，所以才不接我电话？不行，我得赶紧离开这里。阿川，你不能走，这可是我第1天工作。温颂可能是还没有看到消息，他以前那么好说话，你多哄哄他，说不定他就不生气了。温颂，你说的对，他确实很爱我，所以收到消息就忍不住过来找我。宋总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我这段时间找不到你，我都快疯了。周玉川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请你自重。温颂怎么对我这么冷漠？不，他来这就是为了我，他在等我哄他。我知道，这次不管我转多少红包，送多少珍贵的珠宝首饰，都无法弥补我的错。但是老婆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你想怎么打我，怎么骂我都可以。这是周氏集团的总裁周玉川，新闻上不是说他已经离婚了吗？现在好像和自己的前大嫂在一起了。我们没有离婚，我跟温颂也不可能离婚。温颂，我真的没想到商家家宴人那么多，商燕星居然还敢伤害你，所以我才找明堂的。我对明堂好，只是因为把明堂当成我自己的大嫂，千万不要多想。对，他救我都是为了报恩，他的心里一直都是你，都怪我让你们之间有矛盾了。看来这一切都是误会，周总为了哄老婆不惜当众下跪，这周太太的命啊是真好啊。宋宋，你别生我气了。我不生气。我就知道我们小温总最心疼我了，你看着我难受，心里肯定比我还不好受，对吧？我不生气，是因为你周玉川不值得。之前就说婚礼出轨，那是真的是。周总还真的和自己大嫂有一腿啊！感情那刚才又下跪又道歉的，不是为了哄老婆，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想道德绑架呢。那天我明明让人清场，怎么可能有照片传出来？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宋总，我平时对你有多好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恶意 P 图，有人在陷害我。我真的很爱你。周玉川，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你真当我傻吗？还是你觉得这种事儿你不是第一次干，只要你肯服软，我就肯原谅你。被你为了沈明堂继续骗得团团转。宋总，你结婚3周年纪念日在浴室，你对沈明堂的所作所为，我亲眼看得一清二楚。堂堂，没用的东西都该丢掉。小叔子对大嫂的事儿这么上心呢？阿川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是，这张照片是我亲手拍的。不，宋总，宋总，你既然肯来这个宴会，
就是过来找我的，你是不是还要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宋宋心里早就没有你了。今天这场宴会是专门为宋宋举办的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是你的出现破坏了他的主场，是你毁了他的生活。温颂竟然是他们追捧的天才医生，阿川知道他这么优秀，一定更不会放手的。我得彻底断了他和温颂的可能。温颂，既然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现在才说？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为了在今天毁掉阿川。周玉川，我以前真的很信任你，给了你很多次机会，而你呢，骗了我整整3年。为了掩盖自己对大嫂的心思，娶我，又为了沈明堂始终不肯碰我，骗我说你是心疼我。宋宋，你用无数个谎言，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当你龌龊心思的遮羞布。周玉川，你真恶心。不是这样的，相信我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早就爱上你了，宋宋。可我已经不爱你，周玉川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。你不用怀疑，这个离婚证是真的，你的那份在周家老宅，随时可以去验证。你赶快走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不，宋宋，我不能没有你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跟我回家。有我在，没人能带他走。商玉，你别忘了3年前是怎么伤害温颂的，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俩的事情？你跟不跟我回家？温颂，只有我爱你，只有我对你好。我和温颂为什么吵架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周玉川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小九应该在他最热爱的事业里闪闪发光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小九不会一次又一次受尽背叛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离开我的小九3年？商玉，阿川，你没事吧？温颂，这3年来，阿川又没有亏待过你，你自己管不住男人，多想想自己的问题。李唐，你闭嘴！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宋宋。阿川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把他们2个也抓出去吧。来人！宋宋，宋宋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宋宋，宋宋，松开！宋宋，这也太爽了吧！渣男贱女，快滚出去！就是，今天不仅要祝贺温小姐入职，更要祝贺温小姐重获新生。阿川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温颂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阿川，我怎么会不要你呢？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阿川，你把我抱得太用力了，阿川。怎么会是你？阿川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因为你温颂才跟我离的婚。你不准欺负我妈妈！走开，小叔叔！小叔叔是坏人！阿川，你不能走！你忘了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说过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会照顾我一辈子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心里想的人一直都是我。你娶温颂也是因为我，你对他
只是占有欲而已。对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要一辈子对你好。阿川，对不起，可我没有认清自己的内心，让你苦苦等了这么多年。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。阿川，妈妈，小叔叔怎么了？他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周玉川之所以肯继续让我留在这里，完全是看在我是他救命恩人的份上。可如果他发现救命恩人是我冒充的，小哥哥别害怕。妈妈说，只要眼睛看不到，就不会害怕。小九保护哥哥。把我的玉佩还给我！把我的玉佩还给我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这个玉佩是我的了，你要是敢告诉院长，就永远别出来了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才等到温颂离婚，周玉川只能是我的。扣扣，妈妈有办法能够让小叔叔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扣扣愿意帮妈妈吗？只要妈妈开心，扣扣什么都愿意做。住手！沈明堂就这点手段吗？派你一个小屁孩过来对付我！坏女人，你不准说我妈妈坏话！坏女人，你为什么总是和我妈妈抢小叔叔？抢别人老公，破坏别人家庭，是你妈妈沈明堂！你给我出去！不是你说的那样。妈妈说了，小叔叔爱的人是我妈妈，小叔叔不爱你，你就该离小叔叔远远的。周石阔，你把东西还我！我就不，我就要气死你！坏女人，让你欺负我妈妈！你，出去！你要是再敢毁坏我的东西，我就把地上那些针全部扎在你脑袋上，让你变成胖刺猬！坏女人欺负我，我不要变成胖刺猬！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小朋友，你听得到阿姨说话吗？周石阔！扣扣，文颂，你对扣扣做了什么？他只是一个小孩，你怎么忍心下这么重的手？像你这样的人还配当医生吗？我没有对周石阔做任何事情，我倒是怀疑你和周石阔突然出现在这里是要对我图谋不轨。报警，叫救护车。阿川，医生说阔阔是马千子中毒，虽然送来的及时，但还是对身体造成了影响。这种药物是用来治疗癌症的，
整个锦城里就只有温颂的研究所有这种药，一定是温颂，是温颂想要害死蔻蔻，他想要报复我。蔻蔻，妈妈，蔻蔻好难受，蔻蔻是不是要死了？蔻蔻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妈惹温颂不开心了，他不就是想要出气吗？妈妈愿意用自己的命换你一命。明堂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温颂给你和蔻蔻一个交代。温小姐，你下毒害周小公子，是为了争风吃醋，还是蓄意报复？是沈明堂告诉你们我下毒害周世阔的，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那我还能说他故意陷害我？明堂不需要证据。温颂，你怎么能这么诬陷我？蔻蔻可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，我是一个母亲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为了陷害你，亲手伤害我自己的孩子？你又信了？温颂，你不用为难阿川，只要你现在当着记者的面发誓以后不会再伤害我的孩子，我愿意看在阿川的面子上，不再追究这件事情。我不会道歉的。温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还要再伤害我的孩子吗？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有什么情绪冲我来好不好？我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史明堂，你发什么疯？你放开我！温颂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明堂，明堂，温颂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本来还不相信你会伤害蔻蔻，可是你在我面前你都敢伤害明堂，我真想不到你私底下还会怎么做。你们快看研究所的监控，所有的视频都在，就只有温医生办公室的监控缺失了。不是我们研究所的人，根本操作不了监控，肯定是温小姐自己删除了。温小姐原来是这样的人啊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，这也太恶毒了吧！温颂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道歉！周世阔，喂，帮我破坏个监控。温颂，只要阿川对你足够失望，就绝对不会再纠缠你，你斗不过我的。我说过，我没有错，我绝不道歉。对，我不用你道歉。温颂，如果打我能让你解气的话，那我愿意被你继续打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，那我给你跪下，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孩子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明堂，太过分了！温颂竟然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，竟然还让受害者下跪低头。就是，贱人实在是太恶毒了，该道歉的是他，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住手！宋宋，你怎么样？阿川，既然温颂得到应有的惩罚了，我不想追究了，我们回去陪蔻蔻吧。好。站住！诬陷了宋子，你当然不敢追究，想走，做梦！研究所项目均设计机密，为防止机密泄露，每个角落都秘密安装了针孔摄像机。只要蔻蔻吃了，小叔叔就会永远陪着蔻蔻。下毒的人竟然是沈明堂，他给自己亲儿子下毒。沈明堂，你敢骗我？阿川，你听我解释。沈明堂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蔻蔻是你的亲生孩子，他才5岁啊！你就这么忍心的利用他，还把宋宋差点害死。宋宋，我刚才是被他给蒙蔽了，我不是故意亲眼看到你受伤而不管你的。周一川，你有没有被蒙蔽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你现在在我心中就跟个陌生人一样。如果你真的为我好，以后就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
宋宋，快报警！伤害过宋宋的人，一个都不准放过。是。阿川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不管我。放手！阿川，可不能没有妈妈，她可是你大哥唯一的血肉，你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死吗？快，再快点！商总，车速已经是最快了。宋宋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回你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。宋宋，你终于醒了。尚玉，明明是我被打了，怎么你也受伤了？我自己摔的。什么摔的？爷，你也有不敢说实话的一天啊！范小姐，他手上的伤是送你来医院的时候嫌车速不够快，自己埋怨自己弄伤的。而且我们爷知道你被沈明堂和周雨川欺负的时候，周远在郊区开会，为了能给你撑腰，那这开的跟不要命啊，更吓人。商业，别说了。尚玉，谢谢你。难得啊，今天见到我们爷害羞的样子，看来爷的幸福还得靠我。你小子怎么天天话这么多？你要没什么事，就赶紧出去。对了，这事差点忘了。保洁阿姨说，在大小姐办公室门口捡到一枚玉佩，玉佩上面写着大小姐的名字，我这赶紧给送过来。有我名字的玉佩？啊。爸爸给你做了个好东西，宝贝。九九，看看喜欢吗？希望我们小九平平安安的长大。喜欢，小九喜欢爸爸给我的玉佩。把我的玉佩还给我，快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这个玉佩是我的了，你要是敢告诉院长，你就永远别出来了。这是我爸爸亲手给我刻的那枚玉佩，可是我的玉佩在孤儿院的时候就被人抢走了，怎么会出现在办公室的门口？明堂的玉佩怎么在你这里？你是说，这是沈明堂的东西？对，他从小带到大，也是我认出来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的幸运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救命恩人也叫小九？所以从头到尾，沈明堂就是拿着我的玉佩冒充我。沈明堂，你小时候抢我的玉佩，如今长大了，抢我的丈夫，我的婚姻。你这一生还真是虚伪的可怕。爷，还有谁叫小九？当然是。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小九这个名字很常见。既然这是沈明堂的东西，麻烦你还给他吧。宋总，我今天过来不是为了找你，我是想问问，能不能再原谅明堂一次？你要什么补偿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周雨川，我还给你玉佩不代表我原谅你，所有的事情我都能不追究。我说了，不想再见到你，请回吧。宋总，周雨川，出去！你要再敢多废话一句，那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喂，你亲自带人去趟海城，帮我仔细调查一下明堂的身世，务必要事无巨细。
小九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周玉川？如果告诉周玉川真相，他肯定还会继续纠缠我的。现在这样挺好的，希望他们永远在一起。周总，符合你要找的女孩只有一个，但似乎不是沈小姐。阿川，怎么样了？温颂肯放过我了吗？小九，什么小九啊？阿川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小哥哥，别害怕，只要眼睛看不到，就不会害怕了。你这个贱人，根本就不是我救命恩人。阿川，我就是救你的人，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他们那是在骗你。救的人叫小九，你连小九的名字都没听过。你这么多年带的玉佩上面刻的都是他的名字，你还说你是他？阿川，我都说，你先放开我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这个玉佩到底怎么到你手上的？对，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，那又怎么样？周一川，难道这么多年你对我的感情一点都没有吗？你喜欢的只是那救命恩人的称号吗？沈明堂，把嘴给我闭上！周一川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谁都不爱。你以为我是你救命恩人，为了我，你伤害温颂。你现在知道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了，就恨不得杀了我。你最爱的人只有你自己，你活该，你永远都找不到你要找的那个人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已经有了结婚对象。你要说有错，温颂也有错。不会的，这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说我去出差了，回来给他买点小礼物，就把他哄开心了。是你害得我伤害了温颂，都是你的错，他不是我的错。我要给温颂告诉这一切的一切，不是被你骗的，他会原谅我的，对，他会原谅我的。第一个能想到的竟然还是温颂。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在哪儿。什么？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在哪儿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在哪儿。玉佩是我从他身上抢来的，他那么小小的一个，哭得好惨啊！我还记得她是警察的女儿。算算时间，杀他父母的那伙人也快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了。他们可是说过要亲手手刃仇人之女啊！说，他到底在哪儿？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，但我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跟我结婚，领证之后我就告诉你他在哪儿。沈明堂，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？那你就去找温颂啊！是，他可能会原谅你，你最后抱得美人归，但是你永远都别想报恩。你的救命恩人会因为你今天的选择而死。要是敢骗我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我答应你，我不能让我的救命恩人因我而死。至于温颂，等我找到小九再跟他解释，他会更理解我的。周一川，凭什么我和你多年的情谊说没有就没有？凭什么你心里只想着温颂？我要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。宋宋，最近周一川没缠着你，我感觉你人都变漂亮了。不过他怎么突然消停了？可能想开了吧，这样挺好的。哎，走。
你看那个。我这张嘴啊，刚说完，怎么碰见他俩了？真晦气。文颂，好久不见。阿川，你有跟温颂说我们要结婚的事了吗？要是没说，正好今天碰上了，我们正式邀请温小姐参加我们婚礼。恭喜啊！谁知道参加你们的婚礼又会有什么幺蛾子？山上你们就是晦气。宋宋，我们还是换家店吧。温颂，温颂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沈明堂结婚是有苦衷的。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在病房那个玉佩并不是沈明堂的？至于是谁，我现在还在调查。周宇川，你和谁结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更用不着特意跟我解释。温颂，看样子周宇川是在调查小九的真实身份，不过看来他还不知道温颂就是小九。周宇川，我永远也不会让你知道的。温颂，我要你死！宋宋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们下次再约，拜拜，拜拜。走。沈明堂，怎么是你？你已经得到周玉川了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你赶快放了我！文颂，你个贱人，你还有脸提阿川？要不是你，他怎么会知道玉佩不是我的？怎么会因为我不是他的救命恩人就不要我？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毁了我这么多年的努力。沈明堂，我不会揭发你，我也没有打算告诉周玉川真相。你不用害怕周玉川不跟你结婚，我保证周玉川永远都是你的。你放了我好不好？我知道啊，可那又怎么样？只要这个世界上多一个知道真相的人，对我来说就是一枚定时炸弹。温颂，你必须死！温颂，其实你也挺可怜的，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承担后果的人却是你。所以你放心，你死了，我也不会让周玉川好过，我会让他亲手杀了他最想找到的你。哼，游戏开始了。救我！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们杀了他们两个！到底是谁？是不是就想要钱？你们开个价，把他们两个放了，我全部都给你们。周老板，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雇我们的已经把我们的后路想好了，我们不是为了钱，他只是单纯的恨，想跟你做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游戏很简单，就是他们两个今天只能活着出去一个。什么？时间有限，周老板，还是说你选不出来，想让他们都死在这儿？哼，我选。给你最后10秒钟，10、9、8。阿川，救我！我只有你了，你最想见的那个人，他也只有你了。明堂说的对，我来的时候已经通知商月了，他肯定会救温颂。我选明堂。
赶紧走吧。为什么我一看到温颂就感觉我选错？可明堂就是我最正确的选择。阿川，会有人来救温颂的。出去之后，我就告诉你的救命人是谁，好不好？温颂终究还是我赢了。女人呐，真是可怕的生物。小宝贝儿，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祝你好运。走。小九，小九，商玉，不要，你快走啊！小九，你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此刻我才明白，这个男人在我心里远比我想象的还要重要。商玉，我们能活着出去，我一定告诉你这些话。周总，您的救命恩人的身份我们查到了，是温颂。什么？小哥哥，你要永远记得我，一定要来找我啊！温颂，你终于死了。你知道温颂是小九，这个绑架案是你策划的，所以你是故意让我救你是吗？是啊，周玉川，你早晚有知道真相的那一天，到时候你还是会抛弃我的。你凭什么就能过得幸福？我就是让你后悔一辈子，我要你永远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这该死！小九，小九，小九。小九，小九，对不起，这次是我把你弄丢了。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，商太太。新婚快乐，商先生。走吧。我会多么寂寞，等待红线来的时候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。